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过一句话，知足者富，就是说知道满足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。这句话听起来像不像在劝你躺平？从字面意思来看确实有点像，但是在你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再回来看看这句话，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工资5000的时候觉得如果能拿到8000就好了，如果达到8000了又想着拿12000可能会不错，拿到12000的时候又盯上了年薪20万，年薪20万的时候又想着年薪50万，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一样，你拼命的奔跑，但永远到不了终点。或者你去看看那些做生意的朋友，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就想赚个100万就够了，结果赚到了100万立马就变成争取今年冲破500万，500万到手了又开始盯着1000万级的目标。这就是现代人的状态，永远在追，永远不满足，永远觉得差那么一点点就够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个差一点永远不会消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搞错了一个基本的逻辑。你是不是以为满足感来自于得到的更多？实际上满足感来自于想要的更少。你想想，一个小孩子，你给他一个气球，他能开心半天甚至一整天，但是一个成年人买了一辆新车还觉得别人的更好，买了房子还觉得过几年再换一个更大的，升了职还想着还有更高的职位在等着我。不是我们拥有的少，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。就像老子说的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意思是说，最大的灾祸就是不知道满足，最大的过错是贪得无厌。很多人以为知足就是不求上进，就是安于现状，就是没有梦想。实际上知足不是让你停止努力，而是让你享受过程。比如说你想学一门技能，如果你就抱着我一定要成为专家的心态，那么在学习过程中你会一直焦虑，你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你会一直盯着那个遥远的目标，会让你压力倍增，反而学不好。但是如果你抱着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够了，这样的心态，你会发现学习变得轻松很多，反而效果会更好。这就是知足的智慧，不是降低标准，而是专注当下。老子说知足者富，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富指的是银行里的数字，而老子的意思是指内心的丰盈。你看那些真正有钱的人，比如巴菲特，他住的房子几十年都没换过，开的车也不是什么豪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什么叫知足。反倒是那些刚有点钱的人，买奢侈品，换豪车，显摆自己的财富，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很贫穷，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，或者说需要外在的东西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贫穷。真正的富有是你不再被欲望绑架，不再被外界的评价左右，不再觉得自己缺什么。那怎么做才能知足呢？首先学会感谢，感谢已经拥有的。每天睡觉前想想今天发生的3件好事，哪怕是很小的事情，比如说有人给你让了个座位，或者倒了一杯好喝的咖啡，又或者看到了美丽的晚霞。其次就是不与别人攀比，别人买了什么车，住了什么房，拿了多少工资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，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。最后，专注过程而不是结果。想减肥就要享受运动的快乐，
想赚钱就要享受工作的成就感，想学习就要享受获得新知识的兴奋。当你不再把注意力放在我想要什么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我正在做什么，你就会发现生活变得很轻松。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正是因为不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你争。知足不是让你放弃追求，而是让你用智慧的方式去追求。我们都需要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们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们已经拥有了什么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？当你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你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富有。毕竟真正的富有从来都不是拥有全世界，而是不需要拥有全世界。